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嘅2月16日啊！呢兩日咧 Facebook 竟然咧最多人分享一單新聞咧，就係講一個咧YouTuber 一個 KOL 就係疑似出軌嘅新聞。咁啊，坦白講，我睇過啲圖片同新聞，就話咧佢同呢個妙齡嘅少女25歲嘅少女咧就係撐台腳嚇。咁而撐台腳咧，到底係咪情人節當日撐台腳咧？如果係情人節當日撐台腳，出軌嘅機會大啦。如果唔係嘅，咁拍檔之間食飯又唔代表啲乜嘢嘅。咁當然啦，有啲人就看圖作文，就話見到佢哋拖手仔喎。咁但係呢個冇相影到啊，所以咧我就唔評論到底佢係咪出軌。但係佢呢個故事背後咧係一個咧好寫實嘅現實問題，就係太空人問題啦。喺90年代咧，當時咧就移民潮，有大量嘅港人咧就移民。咁但係咧去到新嘅國家，譬如話去澳紐、去加拿大，就發覺咧揾食係艱難喎，梗係比唔起香港揾食容易啦。咁啊，移民外國咧就係從頭開始啊嘛。咁所以咧有好多太空人出現咗，就係個老婆同仔女喺歐美美加讀書生活，然後咧個丈夫就翻咗香港度工作，結果大量嘅人離婚出軌嚇。咁啊呢個故事咧呢幾年又再重演。我都識好多移英港人啦，嗰個爸爸咧就留喺香港做嘢嘅，咁啊屋企人咧就先過嚟呢度幾年，然後 settle 好啦，先至爸爸過嚟嚇，或者咧就嚟呢度讀書生活，然後咧兩邊飛，可能個爸爸香港有生意或者有其他工作嚇，就 work from home。但係咧有一半年嘅時間咧都會喺香港或者係其他國家嘅。我識好多呢啲人係咁樣。咁呢啲人咧會唔會導致到最後即係婚外情啊，或者係出軌啊，或者係即係呢個嘅離婚收場咧？咁咧從學術上咧係可以解釋嘅喎。咁我今日咧就準備咗好幾篇咧學術論文去同大家討論呢個問題。咁其中一篇咧就係楊百翰大學啊，美國楊百翰大學咧係一個宗教研究重鎮嚟嚇。咁咧佢就有一篇論文咧就係關於咧呢個嘅婚外情嘅問題咧，就專門研究咧就係 long distance 嘅婚外情啊。咁呢個好有趣喎，得出咗個數據咧就非常有趣，顛覆咗咧我平時嘅一啲嘅想像啊。嗱，平時嘅想像，喂，即係異地戀梗係艱難㗎啦。以前咧90年代咧，或以前咧個異地戀仲艱難，因為嗰陣時打長途電話好貴啊。1分鐘係講緊10幾蚊1分鐘喎。咁所以咧喺電話亭入咧就不斷咧要入啲英鎊落去打電話好似入咗2磅之後咧轉頭又響，咁你不斷再入2磅，不斷再入2磅，咁你好貴，即係以寫信去維繫個感情。咁呢一種咧關係咧梗係難啦。而家咧就唔同啦，而家第一機票平咗好多啦，第二咧就係唔使寫信啦，而家 FaceTime 可以咧播住個電話，不斷咧就一齊食飯又得，撐台腳又得，或者瞓覺嘅時候咧可以開住個電話又得。而家咧就容易啲維繫嘅。咁但係咧根據楊百翰呢個大學嘅研究咧，喂，佢就顛覆咗我哋嘅想像。佢有咧距離危險區嘅異地戀研究。咩叫距離危險區咧？嗱，如果係同一個城市，佢哋嘅分手比率假設係 X 嘅一個城市度共同生活嘅人，佢哋離婚或者分手嘅比率係 X。如果咧你嗰個異地戀咧係距離11至到200英里嘅，即係喺隔離城市啦，或者遠啲啦，200幾英里嘅城市，即係300幾公里嘅城市啦。咁咧情侶之間嗰個肉體出軌率咧會比 X 高出31%。哇！即係反而咧唔係太遠嘅 long distance， 講緊11英里至到200英里，其實係講緊揸車1個鐘頭或者係幾個鐘頭，或者係半日揸車嘅時間嘅啫。譬如話倫敦同曼城咁為例，喂，你嗰個出軌率咧係會比同一個城市增加咗31%，比 X 增加咗31%。咁反而咧，如果遠距離咧，即係以千里計嘅地方啦，譬如話一個喺英國，一個喺意大利，一個喺英國，一個喺香港，咁咧佢嗰個出軌率咧就介乎喺城市，即係 X 同埋咧即係近距離嘅 long distance 咧中間。即係距離中間啫，即係比起同一個城市咧，出軌率增加10幾個%。咁呢個研究個解釋係點解咧？如果你越遠距離嘅 long distance 咧，你要維繫嘅困難係更大嘅。你可能幾個月先見一次，一年先見2-3次。咁你每次相見難時別亦難，你嗰個距離感咧就會導致到咧你嗰個更加珍惜喎。就比起咧喺幾個鐘頭車嘅嗰個戀愛關係咧，係更難去維繫，但係你就要投入咁多嘅感情啦。咁所以咧，越遠距離嘅咧，
反而咧就比近距離咧出軌率係低喎，所以如果一個喺香港，一個喺英國咧，就比起一個喺曼城，一個喺倫敦咧，個出軌率係低。咁但係當然啦，比起同一個城市個出軌率仍然係高啲嘅，因為咧你離開咗個城市啦，肉體上有需要嘅，生理上有需要嘅，正常嘅夫妻一個月，一個星期至少可能都有3幾次呢個嘅親密關係啊！咁如果你長期夫婦之間分開，尤其是年輕夫婦或者男女朋友長期分開，嗰個生理需要解決唔到咧，咁咧可能都會即係出軌啦，one night stand 啦，或者係買春啦，俾錢去解決啦。咁所以咧，佢仍然係比起同一個城市咧係肯定係高嘅，而且仲有心理嘅需要咧咁所以呢個咧就衍生咗第二個研究啦。所以英港人之間咧即係如果係有 long distance 嘅嗰個離婚率咧、出軌率咧，一定係會比同一個城市生活、一齊共同喺香港生活，或者一齊共同喺英國一個城市生活咧，理論上係會高一啲咁第二個咯，等咩人會適合 long distance？ 有咩人係唔適合 long distance 咧？呢個係第二個研究啦。呢個研究咧有好多位學者嘅研究嚟嘅呢個研究咧指出咗，喂，原來 long distance 咧嗰個愛情關係就要睇下你個性格嘅。唔係所有人咧都適合咧 long distance 喎，有啲性格咧係特別適合 long distance， 有啲性格係完全唔適合 long distance。咁呢度涉及到咧心理學上啦咁當然我唔係心理學家啦，咁但係咧我對呢個論文咧就有啲導讀出嚟。咁佢就分咗呢個世界咧有幾種咧叫依戀風格類型。依戀風格類型咧可以包括為安全型啦、焦慮型啦、逃避型啦，咁當然仲有啲混合嘅，有啲人係焦慮混合逃避咁又有嘅仲有恐懼型恐懼型嘅依戀關係。咁呢一啲咧依戀關係咧就會導致到咧唔同嘅依戀關係性格就有出軌率咧高同低嘅分別喎。嗱，一聽就知啦，如果你係安全型嘅依戀關係咧，好忠誠嘅呢一種人咧就擔屎都唔偷食嘅，所以咧佢哋喺婚外尋求慰藉嘅機會率咧一定係低啲嘅咁如果呢一類人通常就係會比較 boring 啲啦，一般人理解，因為安全型啊嘛個人比較 boring 啲。你哋可能咧喺埋一齊嗰個幸福度又冇咁高嘅，但係佢對方咧出軌嘅機會率咧就相對低一啲，佢唔會咁容易因為孤獨啦而去尋找刺激嘅呢種人咁但係另外一種人就係焦慮型依戀。焦慮型依戀咧，喂，佢成日都焦慮嘅，好擔心咧對方會冷落佢嘅，好擔心對方會唔掛住佢嘅，好擔心對方咧唔需要佢嘅。咁呢一類人咧，如果一旦自己唔喺伴侶身邊，或者伴侶唔喺自己身邊嘅話咧，喂，佢哋就會成日都有啲即係情長雨點此斷難斷，即係成日有呢啲咁嘅感覺嘅。佢好需要得到人哋心理上嘅安慰嘅，個安撫嘅咁所以咧佢哋咧就相對咧唔適合 long distance。因為如果一旦 long distance 咧，佢就唔係純粹肉體上需要人哋去滿足噶，佢心靈上都需要滿足嘅，需要成日有人鼓勵佢啦，需要成日有人支持佢啦，需要成日有人關注佢啦，填補佢內心空間。所以呢一類咧叫做焦慮型嘅依戀人格咧，較容易出軌嘅。如果 long distance 仲有一種啦叫逃避型或者叫疏遠型，佢本身就唔中意個伴侶逼得好緊嘅即係唔中意俾人進入到自己私人空間嘅要保持咧夫婦之間嘅距離感。呢一種人咧 long distance 咧，佢就更喜歡 long distance。但係如果佢 long distance 嘅時期咧，喂，佢就對伴侶不忠嗰個內疚感咧就相對較低嘅咁所以佢咧即係出去買春嘅機會又大即係佢咧就唔會咁容易咧沉船。焦慮型人格咧就更容易沉船嘅。呢個咧逃避型嘅依戀關係咧，佢可能出去買春嘅機會大，即係有自由啊嘛，有婚外情嘅機會大，但冇咁容易沉船嘅。相對嚟講咁仲有啦，恐懼型嘅依戀人格又係，恐懼型嘅依戀人格咧就好恐懼嘅，好恐懼同伴侶之間嘅關係，好恐懼對方拋棄自己咁咧佢咧又係容易出軌喎，因為佢越冇安全感啊嘛。越冇安全感嘅話咧，佢就越希望咧去揾一啲嘢令到自己更有安全感，佢就會容易管對方管得好實嘅。但係當一管對方管得好實嘅時候咧，喂，個對方咧又唔想俾佢管，大家分開遠啦，咁一個拉一個就走，結果咧就容易導致到咧個婚姻破裂
出軌嘅機會率咧又更明顯。所以唔係每一種性格咧都適合咧 long distance 嘅。有一啲性格就適合一啲安全型，但係頭先所講嘅焦慮型啦、恐懼型啦，同埋呢個嘅逃避型嘅性格咧，就係唔適合嘅。咁點知道自己係咩性格啊？有一個咧網站啊，我係根據呢個網站去講嘅，呢個 yourpersonality.net 呢個網站咧，佢裏邊咧就可以咧做到100%，你就 test 到自己嘅性格咁如果你係中國嘅人咧，佢就唔可以做呢個嘅，因為中國有一啲國家機密啊嗰啲咁嘅安全法例咁所以就唔可以做呢個 yourpersonality.net。咁我就根據佢咧就做咗。咁我個性格測試點咧？根據佢嘅分析，我嘅性格測試我係焦慮型嚟喎，原來係因為咧我嘅依戀分數咧係焦慮高於平均值，但係低於迴避平均值。我就唔係逃避，即係我唔係好中意自由嗰啲人嚟嘅。我係焦慮嘅，焦慮對方唔愛我，焦慮對方唔需要我，焦慮對方唔關注我。咁咧，我對母愛嘅焦慮咧係高於平均嘅。我對阿媽嗰個渴望焦慮係高於平均嘅。所以咧要解釋嘅就係咧，我之前講過啦。如果你拍拖冇乜問題但係如果你要結婚，你一定要睇下對方嘅原生家庭係點。如果對方嘅原生家庭咧相對健康嘅話咧，你哋段關係咧維繫嗰個難度會低啲嘅。如果對方嘅原生家庭冇咁健康咧，維繫嘅難度就大好多嘅。而我對浪漫嘅依戀係點咧？係高於平均值嘅個焦慮，但係咧迴避係低於平均值，即係由此可見啦。根據我呢個 test 咧，我就唔係好喜歡獨立嘅。我係喜歡咧黐住個戀人嘅，所以我嘅性格就唔適合 long distance 嘅。我結婚呢10年咧，我去邊咧？我去北京做嘢，去福建做嘢短嘅就冇辦法啦。但係如果超過1個星期，我都帶埋太太嘅去大陸做嘢，去台灣做訪問學者，去全世界都去英國，去邊度都係，我一定係帶埋太太，帶埋2個女去嘅咁所以咧，因為我就會有焦慮型人格即係如果佢唔喺身邊咧，我就會輾轉反側，求之不得，輾轉反側，我就係呢一種人。咁所以我就盡量唔可以離開。咁根據性格測試我係屬於外向型我分數係4.25嘅。咁平均值咧係2.7幾。我性格咧就有啲難相處過2.75平均咧4.09，盡責我係3啦，同平均值差唔多。但係我係神經質嘅即係容易發癲嘅，容易情緒化嘅，我係5嘅。幾乎係最高嘅，咁平均值係3.02，咁開放性咧，容易接受新嘢創新我係4.75嘅，平均值係4.08，咁所以咧，如果我係 long distance 嘅話咧，好容易接受唔到誘惑嘅根據呢個性格測試，咁所以咧，我就為咗避免呢樣嘢咧，我呢10年婚姻我都唔會抌低老婆啦，即係去邊咧，去開會去任何地方咧，我都盡量帶埋佢去因為第一就要滿足我自己內心嘅不安，第二咧佢同我一樣可能都係高度依戀人型嘅咁所以雙方喺埋一齊咧，就2個糖黐豆黐住咧，就會比較容易啲滿足到對方。否則嘅話咧，就正如頭先所講，有一啲人 long distance 係維繫到，有一啲人 long distance 冇咁容易維繫到，同性格係有關係。如果你係安全型嘅，咁 long distance 冇問題但係如果係頭先嗰幾類型咧，有唔同程度上出軌嘅機會率咧，比起同一個城市相處咧，梗係高好多啦。咁但係當然啦，有啲夫婦咧，佢喺香港夫婦關係勉強維持到嘅，嚟到英國可能會鬧離婚。個原因係咩咧？就係因為喺香港咧，夫婦係 part time 嘅，就因為你朝9晚6，仲要 OT， 朝頭早7點鐘就出咗去啦咁一個禮拜5日，有時翻6日，禮拜6日仲可能要準備其他工作，要進修，要各方面。咁所以夫婦之間相處咧，係每一晚嗰3幾個鐘頭嘅啫。咁仲要3幾個鐘頭，仲要可能有仔女咧。咁所以其實喺香港嘅夫婦係 part time 嘅，但係英國唔同準時收工嘅，放工翻屋企咧有成晚流長時間對住，一齊煮飯，一齊做家務。喺香港可能落樓下大家樂美心食一餐嘅嘛。咁變成咗咧長時間嘅家庭摩擦，源自於家務啦、責任嘅分工啦、仔女嘅管教。香港揾補習老師教仔女，揾好多興趣班導師教仔女。喺英國咧就出現咗呢樣嘢，所以變成咗咧容易有直接嘅摩擦。所以睇翻頭先個網紅嘅單新聞咧，個網紅嘅單新聞咧，個丈夫似乎就係好活潑嘅啦，喺世界各地周圍去拍片，咁咧就同好多後生美女咧係見面一齊拍片。咁呢個誘惑必多嘅呢種人，誘惑必多咧，即係上得山多終遇虎，即係你經常遇到誘惑咧，
你擋得一次咧，10次就好難擋嘅。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就極之困難啦。即係要維繫一段夫婦關係咧，唔係純粹靠道德，唔係純粹靠愛就得㗎。因為咧，一夫一妻呢樣嘢咧，本身係違反物種嘅發展嘅。喺動物裏邊咧，一夫一妻咧其實極少，大部分都唔係一夫一妻。哺乳類動物尤其雀鳥嗰啲可能係一夫一妻啦。一夫一妻咧，雀鳥咧都係一種生存嘅策略嚟嘅，就係要雀仔要照顧嗰啲蛋，照顧嗰啲 BB。咁但係其他嘅動物咧，群居性動物咧，大部分都唔係一夫一妻，所以人類咧本身都唔係一夫一妻噶嘛。喺母系社會或以前人類幾十萬年嚟都唔係一夫一妻。喺香港70年代以前都唔係一夫一妻嘅。咁中國喺呢個嘅孫中山以前都唔係一夫一妻嘅。人類大部分歷史都唔係一夫一妻。咁因為一夫一妻係違反物種嘅發展，係用人類嘅道德，所謂人禽之別去管制咗人類咧，作為一種物種，作為一種動物嘅動物性。所以本身其實係唔合乎即係物種嘅發展原理。咁但係人類就要進入文明咁用一夫一妻，尤其是用宗教思想去限制。咁所以咧變成咗咧，你誘惑一多，你就釋放翻你原始嘅天性出嚟。原始嘅天性咧就係見到唔同嘅動物，就要盡量想辦法交配，盡量想辦法延續自己嘅魅力，延續自己嘅影響力，延續自己嘅基因。呢個就係動物嘅本性嚟噶嘛。咁所以關鍵你要點樣逃避自己動物嘅本性啊？就係要減少見到呢啲嘢咯，或者你帶住個太太出去咯。好似嚟倫敦咧之後咧，有一啲嘅其他 KOL 想約我一齊拍片，咁我一開始我又應承咗幾個我唔認識嘅 KOL 拍咗片嘅。咁後來咧而家就即係都有啦。咁又有啲女性嘅妙齡少女話約我一齊拍片啦，咁我一定拒絕嘅。一定係拒絕。如果 online 咁都可以啊，但係如果面對面見到面咧，我一係帶埋太太去嘅啫，但我太太未必想去啊嘛，係咪？咁否則嘅話咧，我盡量會逃避啦，同一啲妙齡少女見面嘅情況，獨處嘅情況君子慎其獨就係咁解。因為我知道自己唔係真係好君子，動物性都好強，所以咧我就唯一個方法咧就要去人欲存天理，就要避免咗我嗰個犯禁嗰個可能性減低犯禁嘅機會率，就遠離罪惡啊嘛，遠離引誘啊嘛。咁所以咧嗰個網紅咧就唔係嘅佢就太太留咗喺度，然後自己周圍去拍片，自己周圍咧去同好多名人少女一齊合作，咁咧個出事嘅機會率咧，就算一次唔出事，100次咧，總有一次係會有啲咁嘅情況。譬如我帶旅行團，有時試過有啲後生嘅敲我門啫，問我嘢嘅，夜媽媽話可唔可以傾兩句，梗係唔好啦，係咪啊？即係呢個完全冇必要啊嘛！我夜晚嘅時候一個人獨處喺房，我都開住個 FaceTime 同兩個女同太太傾偈嘅嘛，所以呢個咧就用咁嘅方法去克制自己嘅動物性。呢個就係不義嘅法門嚟嘅，所以我借呢條影片咧就唔係講八卦嘢，就係講一個社會現象移英港人嘅情況，或者係移民全世界嘅人咧共同嘅情況。喺大陸咧都好流行啦，即係一個北京做嘢，嗰個太太可能就喺鄉下或者天津或者其他地方，呢樣嘢咧都係要注意嘅。OK， 咁今日講到呢度啦，希望大家喜歡啦 ，like、subscribe、share。收睇平台 Patreon 已經上載咗中國近代史獨家課堂，講到四人幫倒台同埋鄧小平復出，咁15蚊美元一個月咧就可以無限重溫。OK， 咁用年費訂閱咧仲可以啦，有 discount。YouTube 會員咧都睇到同樣嘅內容嘅。今日講到呢度，拜拜。